璇，我们都知道 BigBang 在全世界太红了，甚至不要忘了哦 ，BigBang 其中的一个关键，今年还在台湾开演唱会，就没想到他们竟然到了云南去。画虎不成反类犬啊，模仿到一半会出事情。你看哦，这是他们在直播里面哦，有灯光、有音效，还有烟雾。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原本哦，他们有一个成员哦，他是一个金发的，对，就跳一跳出来，各位哦，他瞬间又变回中国人了。为什么？他假发直接原地掉在地上。那你现在看到哈，这是什么？因为理论上来讲，你如果要成为 BigBang 哦，你一定要出门哦，有豪车代步，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们穷嘛，要在农村嘛，买不到豪车嘛，所以干嘛呢？自己贴。就自己贴贴纸，把那个豪车的这个我们讲了，原本是宾士的这个燕尾标哈，开始把它贴在他的车上，所以你看就变成一台摩托罗，就前面是 Volkswagen，坦白讲也不是什么烂车，对，也是好车啊，所以干嘛？不是，所以你看到这边，我讲我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我内心有一股火，你知道吗？对，我觉得你们这群到底搞什么？而且我觉得最夸张是什么？他们直播到一半的时候，你竟然给我去种田。这也太糗了吧！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是土炮。然后问题是呢，为什么要种田？他真面目原来是长这样。对，我跟你讲，这是做人设哦，他们很聪明哦。中国会做人设，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人设吗？他说，直播啊，赚再多钱啊，老妈妈一句话，我马上去下田去耕种，然后就马上去这玉米田收割，然后展现他们农活。来，各位，你看看啊，这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云南 BigBang 的成员哦，然后马上就变回是原本这个样子。但结果你知道吗？他反而因为在这样中国大获好评。他们为什么我这么生气？因为你中国你要嘛你就限韩令，限韩令的意思什么？我们拒绝这样的文化。对，这是什么 ？Olive Young 嘛，很有名哦，这非常有名啊。比如说你不管是男生女生哦，你都去韩国美妆药妆店去排队，然后就去买他们的这个保养品啊，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常用的化妆水啊等等。结果你知道吗？中国恶知到什么地步？第一，先把 Olive Young 呢扫地出门。对，所以那时候限韩令之后呢 ，Olive Young 就已经退出中国。在我们讲很早以前，在2016年的时候呢就已经退出了。对，结果中国2024年的时候开了一个这个。来，这叫什么 ？Only Young。对 ，Only Young。Only Young。对，你就念快一点 ，Only Young，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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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ng。不能这样 ，Only Young。对，这是山寨版中国，所以我讲明星也可以抄，美妆也可以抄，重点是什么呢？抄的有够不要脸。人家Olive Young 它是有什么呢？它是有一个我们讲类似那种小橄榄的东西哦，来在这边很漂亮嘛，就是它的招牌嘛。然后它 Only Young 呢是什么呢？小青檬，它连这个 logo 都要选的一模一样。所以你看完这个之后，你不禁替中国人感到汗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管是从他们过去的小米哦，到现在呢，连所谓的艺人，连所谓的我们讲的美妆店，他通通都要学。我心里想说，会不会哪一天哦，连韩国的总统哦，你干脆都学一学好不好？让李在明去当你的总统，看起来怎么样？瑞哥，现在英国人真的是快吓死了，想说你中国人太坏了，在搞什么招？你看到这是中国驻英的这个使馆，现在被抓出来什么？你下面有200多间的房间之外，更可怕的是什么？你现在在我光纤最重要的地方建使馆，有多近？来，我们看到这张图，没在跟你开玩笑，光纤电缆跟你的这个墙壁旁边，现在只有1.7米。你中国到底想干些什么事情？那么007系列的电影里面呢，007情报员就是军情6处的情报员呐。现在英国军情6处已经陷入一个头2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么中国在2018年的时候花了100多亿新台币买下了本来是英国的皇家铸币厂的这个位置，要改造。中国驻伦敦大使馆比现在的伦敦大使馆大10倍以上的一个大使馆。对，不过大使馆就大使馆，没什么了不起啊，全世界很多大使馆嘛。但是这个大使馆跟别的大使馆不一样，因为呢，你要知道，中国各地的大使馆其实就是它的谍报中心嘛啊。那这个大使馆呢有多大？那么在公开的相关的一个建筑图里面呢，一大堆都涂黑掉，不让你看到什么。不过英国的媒体啊，本事高强。拿到了原始的相关的这个厉害了吧？这他的蓝图，他设计的蓝图看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这个大使馆总共有多少啊？在从台上台下那个地面上多少，总共在地下还有208个这个房间呐。那为什么要那么多的房间呢？你就算你住个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住在大使馆里面，也不需要208个房间吧？你这个大使馆里面到底在做什么？其中这208个房间里面呢，有一个房间特别，为什么？它特别高，特别大，而且里面有2个很特殊的，就是里面有2个大型的
抽风系列、风扇系列呢，要把热风给抽出去。赵和，请问一下，什么样的房子需要把两个大型的风扇，非常大的风扇，需要把这些热给抽出去？有里面东西在运转。没有错，没有错。通常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有电脑在里面嘛，对，那有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嘛，它需要散热，所以它需要有东西把它抽出去嘛。好，那都不是重点，你要怎么搞怎么玩都不是重点，重点来了，这张是什么？对，这一张是，那么这个所谓的秘密房间外面，各位那个红色那一圈是什么？它的外面这道墙的外面的下面，我的天哪！高速的网路电缆，我的天哪，就是所谓的光纤高速网路电缆。那么光纤高速网路电缆呢，在这个它附近细口链灯就是英国的金融中心呐。英国金融中心的相关的电脑都是走这一条的，对。那包括附近的一些所谓的网际网路等等也是光纤也是走这条。最要命的是跟美国很多的机密的来往也是走这一条啊。那么各位可能为什么？其实最早警告那个英国的呢，其实不是英国的军情六处，是美国的情报单位。对，美国的情报单位第一时间，因为这个光纤跟美国有关系所以美国立刻提醒他，不对哦。你们那个100多亿卖给中国的这个要新建大使馆的这个旁边，对不对？在下面就是这个光纤网路咻的那个地方再我请一下，光纤网路不能窃听吗？光纤不能窃听吗？高科技有矛就有盾，很简单嘛。对，这就是矛跟盾有矛就有盾，所以只要有矛就有盾的情况之下呢，一样可以窃听，一样可以用高科技进行窃听。这就是美国提醒英国说，如果你要这个等于说批准这个相关的这个建筑或这个干嘛的话，因为他们要把这个相关的旁边那么进行大规模的整建，就是让这个距离外墙1公尺的这个光纤网络呢，很可能陷入危机。那重点来了，那么中国呢，因为现在英国首相即将马上要访问中国嘛，中国就直接讲了，如果你不批相关的这个等于说我们的建筑啦，我们的建设无为不会对吧英国驻北京大使馆从那时候呢，从大概那么已经那个很多年很老旧，我们就不批。你们的大使馆改建我也不批。你知道大使馆虽然产权属于这个国家，对不对？对。但是你要干嘛？还是要经过当事国嘛。所以他为什么要这么急啊？对，你看到他急着来嘛？为什么？那他那么大。你知道吗？它那么大，然后里面单人房间空房间208个，你认为你们在干嘛嘛？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也不用讲，也不是讲中国嘛。美国内湖 AIT 总部，一砖一瓦都跟台湾没有关系对不对？连盖的人都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那是它的绝密嘛，里面所有的高科技东西都不会让你知道。这个是全世界的大国都应该做的嘛，因为当时那么这个等于说中国驻伦敦新大使馆是中国在欧洲即将成为欧洲最大的大使馆，对，所以这个公安派天就是它的欧洲的谍报中心那谍报中心它会做了什么？包括这几家来自于英国、来自于美国、来自于世界各国的相关的网际网络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光纤网络，全部经过这一条光纤。哥，这很可怕。没有错。第一家是什么？英国电器，这是英国的数位地基。再来是什么？伦敦的金融城的动脉，加上全球通信的跨国节点都在这里。那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我怎么信任英国以后你相关的情报不会遭到窃取呢？所以现在那么英国一个头两个大，该怎么解决这个烫手山芋，是英国首相自己要深思熟虑的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